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大年30，白猿携2只猫咪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狂吃不胖，耳目通达，玉树临风，壮志凌云，德才兼备，名冠群伦，旗开得胜，美梦成真，登峰造极，牛气冲天。作为一名创客，到了年根里，咱们肯定要做点有年味的东西来应景。那什么样的东西才有年味呢？我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长大，过年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喜欢在阳台上装饰彩灯，到了晚上的时候是非常的好看。因为从小就喜欢捣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所以我过年的时候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动手给家里布置彩灯。小的时候呢，只能给爸爸舅舅打把手，长大了一些的时候，家里的彩灯布置就全部由我自己来完成了。再后来呢，上了大学，来到了北京，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布置彩灯了，想想也是非常的怀念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怀旧，创新，做一个大号的彩灯灯笼，寻找一下小时候过年的感觉。做彩灯最重要的就是灯珠，今天咱们用常见的 WS2812 灯带来作为光源。这个灯带每米30颗灯珠，每个灯珠的供电线路并联，数据线串联，所以只需要3根线就能驱动灯带了。确定好灯带，就可以来设计彩灯的外形了。彩灯还是以传统的造型为主，主体是一个大的圆柱体，象征团团圆圆；顶部是一个十字交叉的提手挂钩，象征4季平安；底部是8条支撑腿，象征8方来财。好了，实在有点编不下去了啊！总之就是非常的祥瑞。为了能显示更多的内容，包括汉字呢，我纵向设计了12个像素，横向一圈设计了48个像素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彩灯相当于4块12×12的点阵屏幕。设计好彩灯，咱们这次还是要用激光切割椴木板的形式来制作结构件。先将所有的零件都排版在一起，因为这个灯比较大，所以先将所有零件排版在了900×900标准尺寸的椴木板上。5毫米的板子共2个板面，各切1块；1.5毫米的板子1个板面需要切2块。排版好以后，导出 DXF 格式的图纸。我自己的激光切割机比较小，最大只能切300×450的板子，所以就直接发给工厂让它切割了。很快呢，工厂就把切好的板子发回来了，咱们赶紧拆开看一下。5毫米、1.5毫米的板子各2块，上下还各自增加了1块盖板，还是比较贴心。量一下尺寸，90厘米，比较准确。接下来把所有的零件都抠下来。这次排版没有增加断点，工厂为了防止切割件掉下来，用透明胶粘了一下。其实用这种透明胶粘不太好，多少会把椴木板表面粘下来一点，不太好看。要是能用美纹纸来粘，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去！哎呀，这个1.5毫米的板子还是太软了，直接给粘断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些零件都排版了备用件，坏1、2个不要紧。这个5毫米的板子增加了断点，估计是厂家给加的。我们还得一个一个往下抠，慢慢来吧。现在所有的椴木板零件都准备好了，一起来看一下。准备好切割件，先来初步拼一下彩灯。到这里先暂停一下，需要准备一下灯带。我们总共需要48个灯带，每条灯带12个灯。剪灯带的时候要确保在焊盘的中间剪开。现在把灯带固定到椴木条上。
为灯带两端焊接端子线，我用的是 ZH 1.5 30厘米的端子线。将灯带安装到彩灯上，灯带是有方向性的，要注意灯带上的箭头必须确保箭头方向向下。到这里，彩灯的主体结构基本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咱们来设计一下电路板。为了白嫖某创5元打样的帝王级服务，我把板子的尺寸限定在了10厘米乘以10厘米的这个尺寸。ZH 1.5 的端子座用了这种贴片的样式，方便正反面同时布局。每一面每一个边都需要排列12个端子，放在一行排不下，索性就设计成了这种前后排列的布局，也不影响端子线的插入。设计好电路板发给小创打样，拿到手以后的板子就这个样子，把所有的元件都焊上去。这个是开关预留端子，可以连接个自锁开关。底部的2个端子连接好 DC 降压模块，把降压模块设置为5伏电压输出。现在把 PCB 板安装到彩灯里面。画板子的时候把开口尺寸搞错了，放2个垫片来辅助固定一下。把灯带两侧的端子线按照顺序插在 PCB 上。到这里硬件部分就大功告成了，再来看一下软件部分。开发板选用了 ESP32， 不仅是因为其性能比较强大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支持 BLE， 也就是低功耗蓝牙。具体这个蓝牙怎么用，咱们等会儿再说。先用 VS Code 把代码烧录一下，确定烧录成功后，把开发板插在 PCB 上，通电看一下效果。灯是亮了，不过好像这个视觉效果比较一般哈。别急，咱们再来加个灯罩。灯罩用透光膜来做，我选用了这种淡黄色烫金的样式，比较应景，也能透出灯珠的各种颜色。当然，如果为了过年喜庆，把彩灯当灯笼用，也可以换上这种红色的透光膜。不过这样的话，灯珠的颜色就不太明显了。把透光膜按尺寸裁好，围在彩灯周围，用透明胶固定，灯罩就做好了。现在这个效果就好多了。那这就完事儿了吗？别急，还记得咱们刚才说的低功耗蓝牙吗？我们可以使用手机通过蓝牙来连接开发板，来控制彩灯的显示内容。为了分别照顾使用安卓和 iOS 的朋友呢，我们需要分别开发2个平台的 APP。那是这样的吗？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彩灯控制程序，功能非常简单。开发 APP 就是杀鸡用牛刀。我发现微信小程序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，一次开发2个平台都能使用，而且非常的轻量，无需安装，随时使用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看看文档，找找轮子，开录代码，点击真机调试，扫描二维码看看效果。第一个界面用来扫描蓝牙设备，找到点阵灯笼，点击成功连接上设备以后，跳转到了第2个界面，在这里可以对彩灯的各个功能进行开启和关闭。设置完，点击提交，彩灯就按照设置播放效果了。那现在完了吗？别急，这个项目要开源，送给大家当做新年礼物，不能太寒酸。我增加了一个 GIF 图片分析的功能，也就是说，大家看到有趣的 GIF 点阵图片可以保存在手机里。用这个功能呢，可以读取 GIF 图片并解析，解析后的内容可以发送到彩灯灯笼并播放，就像这样。有了这个功能，点阵灯笼的可玩性就大大的增加了。好，这些就是本项目的全部内容了。
再次强调一下，本项目涉及到的所有的 3D 模型、SolidWorks 工程文件、图纸、PCB 文件、ESP32 固件代码、微信小程序代码，全部开源给大家，当做送给大家的牛年小礼物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学业进步，事业腾飞。视频的最后也请大家记得给我点个赞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，也请关注我的频道。新的一年我会带给大家更多的优秀创客作品。我是尹白猿，一个带你做好东西的工科男。我们牛年见，拜拜。